前幾天有個患者跟我說，他吃了快半年的補品，人參、黃芪、四物都試過，但整個人還是很虛，胃口也沒變好。我反問他一句：你手腳容易冰冷嗎？吃完東西會不會覺得脹不消化？他愣了一下，說：對，這兩個我都有。我跟他說：你的問題可能不在補得夠不夠，是補錯方向了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把脾胃虛弱背後真正的邏輯講清楚，再給你6個馬上能用提升陽氣的實用方法。中醫講脾胃是後天之本，脾胃能不能好好運化，靠的是陽氣推動，陽气不足，脾胃這個系統就轉不動。你可以把身體想成一套暖氣系統，陽氣是爐火，脾胃是送暖的主管線，管線通暢，熱能才送得到全身。管線一旦阻塞，爐火燒得再旺，手腳還是冰冷，消化系統還是沒力氣運作。這個時候，如果你做的是拼命補，就像往一條已經塞住的管線裡再灌更多水，系統只會更悶更堵，補進去的東西吸收不了，等於白補。那管線塞住了該怎麼辦？不是加大火力，是先把管線打通。接下來6個方法都是在做這件事。方法1：早上梳頭，疏通經絡。頭部是很多經絡匯聚的地方，每天起床後花個1-2分鐘梳理頭部，可以疏通經絡，幫全身氣血動起來，為陽氣生發打好基礎。方法2：曬背溫補陽氣，打通排毒通道。曬背有個說法叫偏灸，背部的督脈掌管全身陽氣，膀胱經是身體主要的排毒通道。每天曬背20分鐘左右，曬到微微出汗。曬背請避開中午紫外線最強的時段，選早上或傍晚。過程中記得補充水分，避免曬傷。方法3：金剛跪或泡腳，引火歸元。金剛跪就是跪坐在自己的腳跟上，這個姿勢會壓迫到小腿的脾經、胃經，同時刺激腳底的湧泉穴。金剛跪對膝蓋是有壓力的，如果你本身有膝蓋問題或有明顯靜脈曲張，下肢循環不好，這個姿勢不適合你，改成單純泡腳就好。搭配泡腳，可以把上半身的陽氣往下引導回下腹丹田，讓氣血循環更順暢。方法4：揉腹打通中焦，幫助消化。建議早上空腹或睡前1小時做腹部按摩，方向是順时針揉，力道輕柔。這個動作能幫助消化，也能打通中焦。有一項發表在兒科期刊的隨機對照試驗，讓便秘的孩子接受腹部按摩作為輔助治療，結果按摩組的便秘症狀改善幅度明顯優於單純用藥的對照組。中醫說的是打通中焦，現代醫學的解釋是透過刺激迷走神經活性，放鬆腹部肌肉張力，來改善腸胃蠕動。這是中醫說得通，跟西醫說的腸腦軸其實在講同一件事。如果你正在懷孕，剛動完腹部手術，或者是急性腹痛還沒確定原因，這個時候不適合揉腹，先讓醫師評估過再說。方法5：疏解情緒，調理肝脾。中醫有句話叫肝鬱則脾虛，情緒長期悶住，壓力大，會直接影響腸胃功能。保持心情穩定，少熬夜，少生氣，可以從根源上改善脾胃功能。這個說法在現代醫學裡也有對應的研究領域，叫做腸腦軸。心理壓力會透過神經系統直接影響腸胃的蠕動和消化功能。情緒調理不是玄學，是有生理機轉的。方法6：飲食選對食材，順着陽氣生發的時機吃。推薦生薑和紫蘇，可以做成紅糖薑茶、薑棗茶、紫蘇飲，建議安排在早上喝，剛好順着陽氣生發的時機，幫助脾胃功能。如果你正在吃薄血藥物，像是抗凝血劑或抗血小板藥物，生薑可能會加強這些藥的效果，增加出血風險。薑茶分量要跟你的醫師討論，不要自己大量，長期喝。6個方法都能疏通管線，但飲食上還有幾件事會直接讓管線又塞回去。脾
脾胃喜歡溫暖，不喜歡冰冷。牛奶、大部分生食水果，中醫也歸類在偏寒涼的屬性。腸胃比較虛弱的人，可以留意自己吃完的反應，不用完全禁止，但建議減少頻率，多喝溫水，少喝冷飲，油膩食物也盡量減少。所有方法都圍繞着同一個字：通。身體保持通暢，氣血才能正常運行，陽氣才能自然生發。原理和方法都講完了，但這裡有件事我想提醒：這些方法見效需要時間，不是做一次就有感覺。曬背過程中，如果曬傷、頭昏，立刻停止並補水。有膝蓋問題或明顯靜脈曲張的人，金剛桂改成單純泡腳。懷孕、術後或急性腹痛未確診時，不要揉腹。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抗血小板藥物的人，薑茶分量請先跟醫師討論。脾胃虛弱，問題常常不在補的夠不夠，而在陽氣夠不夠，管線通不通。我自己在診間常說，先把睡眠和腸胃顧好，再談其他保養。脾胃這件事順序也是一樣，先通再補。這張6大方法的速查表值得存起來，早上起床照着做1輪就好。我是張家瑞中醫師，你最常用哪一招？留言告訴我，我看了會回你。